滴定管是一个均匀的直形玻璃管，有等份的体积刻度线，可以准确测量所流放出的液体体积，常用于定量分析实验。进行滴定操作时，所用到的器材有铁架、滴定管夹、滴定管以及锥形瓶。滴定管有各种不同体积规格，必须依滴定剂的使用量选用适合者。我们在实验室中常用的有25毫升以及50毫升的滴定管。滴定管的体积刻画方式是上端为0，向下独直递增。以这支滴定管为例，每一大刻度是1毫升，每一小刻度是0.1毫升。因此，我们在读取体积时，可以准确地读到10分位，再加上1位100分位的估算值，也就是可以读记到0.01毫升。例如，现在的滴定刻度的读值为0.24毫升。控制滴定管液体流量的活栓有玻璃悬塞型以及铁氟龙活栓型2种。玻璃悬塞型借着润滑油脂，使磨砂玻璃可以紧密结合，不滴漏。铁氟龙活栓型可以耐酸碱溶液，借着螺丝帽调控活栓的松紧，不需要再涂抹润滑油。滴定管在使用之前必须先清洗干净，如果有水珠附着，表示没有清洗干净。此时可以使用细长型的滴定管专用毛刷以及清洁剂，将滴定管内壁刷洗干净。滴定管因为管径长，在清洗操作时要格外的小心。然后再用大量的清水冲洗干净。冲洗干净的滴定管，再用蒸馏水淋洗3到4次。干净的滴定管管壁会形成一均匀的水膜。进行滴定管操作时，首先将滴定管垂直夹放在滴定管夹上，并且关闭活栓。为了避免滴定管内残余的水分稀释滴定管试剂的浓度，必须以约5毫升的袋装填的滴定试剂淋洗滴定管。首先关闭滴定管活栓，接着使用漏斗装填试剂。装填时应稍微提高漏斗，或者是夹放一支铁线，让管内的空气能够排出，容易可以顺利的流入。将滴定管倾斜拿至，小心的旋转，使滴定管壁能够完全被滴定试剂浸润。打开滴定管活栓，将淋洗液排放到沸液杯。由于淋洗溶液的浓度已经改变，因此每次淋洗的溶液应完全排放，不再使用。依照这样的方式淋洗滴定管3次以上。接着再将活栓关闭，再加入滴定剂。到超过0刻度线的位置，以纸巾擦除滴定管外壁所溢出的溶液。此时滴定管活栓下方的玻璃管仍是空的。滴定管中的气泡必须完全排除，以免造成体积的误差，尤其是与活栓结合处。因此，重复快速转动活栓数次，将气泡赶除。然后再打开活栓，让滴定管的液面低于0刻度处。静观30秒，检查有无溶液滴漏现象。
若有，则将活栓的螺丝帽调紧，直到容易不再滴漏，但也不可以旋得太紧，这会使得滴定操作困难。完成调整后，读取滴定的初始体积。读取体积时，眼睛要平视溶液的弯月面与刻度线的叠合处。例如，现在的读值是 0.20 毫升。进行滴定操作时，待滴定的分析物应使用锥形瓶盛装，如此在滴定的摇动混合过程中，溶液才不致溅洒。然后依实验的要求，加入适量的指示剂。转动活栓进行滴定操作。对于惯用右手的人，应使用左手反扣住活栓，如此才可以将活栓往内塞紧，不至于松脱造成滴漏。右手拿持锥形瓶，让滴定管的流放尖端维持在锥形瓶的瓶口内。滴定时，滴定剂才不致滴漏到瓶外，造成误差。转动活栓，控制滴定剂缓缓流入。同时以稳定速度沿圆周方向持续摇动锥形瓶，使滴定剂与待分析溶液充分混合均匀。滴定过程中，可以使用蒸馏水将附着在锥形瓶壁上的滴定剂冲洗下来。滴定时，可以观察到滴定剂滴入，溶液会瞬间变色，但很快就褪色的现象。快要到当亮点时，褪色的时间拉长，此时滴定剂需改为逐滴慢慢加入。滴到溶液变色且持续30秒不褪色时，达到滴定终点，停止滴定。静待30秒，让附在管壁上的溶液流下后，再读取体积。读取并记录滴定的中体积到小数点下的第2位。例如，现在的体积是 19.11 毫升。滴定中体积扣除起始体积，就是这次滴定的滴定体积。例如，这次的滴定体积是 18.91 毫升。实验完毕，需要将滴定管中的剩余试剂排放入废液杯中，再用清水将滴定管清洗干净。洗干净的滴定管可以导致在滴定管架上晾至滴干，或者是将滴定管加满干净的蒸馏水。塞上盖子，绝不可将滴定试剂留在滴定管中，这会导致药品结晶在活栓上，使活栓卡死，无法使用。滴定管使用注意事项：滴定管因为管径长，在清洗或操作时要格外小心。滴定管在使用前要清洗干净，并且用蒸馏水及滴定试剂分别淋洗3次。玻璃旋塞型滴定管不要涂抹过量的润滑油，以免造成活栓阻塞。滴定进行前，滴定管中的气泡需先排除，并且检查活栓松紧度。使用锥形瓶盛装分析物。如果待分析物是固体时，需先溶解。要确认固体溶质已经完全溶解，才能够开始滴定操作。滴定进行前，在锥形瓶加入适量的指示剂。滴定时，滴定管的流放尖端要保持在锥形瓶的瓶口内。正确判断滴定终点。
正确读记滴定初始体积与最终体积。实验完毕，剩余试剂需回收，并将滴定管清洗干净。